大胖媳妇五一回了趟铁岭，把我家所有的老人都给笑笑疯了。但是我爷多年的阿兹海默症居然在一定程度上被大胖媳妇给治愈了。我爷这2年吧有点阿兹海默，然后最近吧还做了个支架手术。我们听说了这个消息，五一就回去看他。大胖媳妇静静地坐在我爷旁边，良思许久，问了一句：“爷，你整个鸡架，整个鸡架。”我爷也想了许久，说：“熟食我就爱吃猪蹄子，我啥时候要过鸡架？”我就发现这个世上他没有大胖媳妇对不上的驴唇和马嘴。爷，你本来就高血压，还猪蹄子，那玩意儿越猪蹄子越鸡架，越鸡架。然后啊，我奶家就老用那种旧的内胆都已经完全刷掉漆了那种老电饭锅。大胖媳妇就说用这个就是吃毒，我奶就是不扔。几年前，大胖媳妇一气之下就把他的老电饭锅给做约巴了，就以为做约巴了，老太太肯定就换了呗。结果这回回去发现根本没换，还搁那用呢。家里吧明明有新的，我奶说那新电饭锅是在药房买药2000积分换的呢，那不能用。大胖媳妇说你要继续用这个内胆，你药房积分马上就能过万。然后这次回铁岭，大胖媳妇又一个假装没走稳，咵嚓2座电饭锅，我爷搁那迷糊的。孙女的对象找的腿脚不利索，怎么净往电饭锅里做呢？然后这电饭锅呢，它劣质的很声东击西啊。被大胖媳妇做完之后，有毒的内胆一点没飘，插电的插口飘了，虚连插一会儿就掉，插一会儿就掉。最后呢，就是我奶只要一焖饭呢，就让我爷坐电饭锅旁边怼着。我爷呢，一手拿个收音机听2人转，一手扶着那插头慢摇，没事就怼一下子。看那个韩来说啊。大胖媳妇一进屋，咱爷是2人转 DJ 呀，2人转 DJ 呀。折磨完我爷我奶，又轮到我妈了。我妈在家摆了一个什么玩意儿呢？就是一个迷你仿真生态园，你一摁呢还带喷泉的往出喷水，然后这里吧全是小巧思，就这个水边呢，它做个小和尚，小和尚的脚边呢还4只小王八，水一喷呢，就这些玩意儿就全变色了，从灰色就变成了绿色，就是特别酷炫。但是呢，这2天的生态园坏了，这水喷不出来了。我妈说那就拉倒吧，大胖媳妇孝心就上来了，就一定给我妈修。她把通水管还真修好了，现在喷泉能喷出来水来了，但是不知道差在了哪个环节，劲儿不够，就能浇着一半。现在绿的只有小和尚的屁股和2王八的脑袋，像中毒了似的。一看修掉链子了，第2天去菜市场还问人家：“哎，你们这儿有没有小王八？我给我妈补几只活的。”人家说：“俺这儿只有甲鱼。”大胖媳妇说：“人我说我要真龟，你告诉我你有甲鱼，咋寻思呢？”我说：“你拉倒吧，正好要到母亲节了，我都准备好了，我妈要去旅游，你就说这神鞋是你送的，这牌子好多年了，我妈肯定知道。”我妈收鞋之后呢，果然非常喜欢。其实吧，老人年纪大了，脚会变形，普通的鞋容易磨脚，足力健呢是他们自生产的，质量有保障，专为老人设计，轻便透气还耐磨，所以更舒服。我们看我爷这个情况吧，都觉得这很难好转了，就基本心里放弃了。但大胖媳妇就发现我爷吧，他现在有点抑郁。但如果你跟他聊年轻时候事儿呢，他眼睛放光，就刺激我爷，问我爷：“爷呀，你除了当 DJ， 年轻时候都怎么招小姑娘喜欢的？”我爷一笑说：“我会拉二胡。”大胖媳妇，我不信，你试试。我爷呢，为了证明自己曾经的倜傥，咔把二胡从床底下拎出来就开始练，那练一整天呢。但练一会儿自己忘了。哎，我为啥要拉二胡？我奶不是叫杨淑琴吗？大胖媳妇就逗我爷：“当年小曲儿给谁拉的？哪位姑娘？”爷，我爷说：“给赵玉兰。”大胖媳妇没个大心，问我奶：“说你呢，赵玉兰？”我奶急眼了：“你叫赵玉兰？”大胖媳妇：“我叫穆赫兰，杰米穆赫兰，咋还急眼了呢？前女友啊，前女友啊！你刚才是不是差点让出租车司机给打了？”我们一家出去玩，从郊区回来，在高速上，然后司机就错过了一个下高速的口，然后他就想问司机说：“你是不是瞎？”然后你咋说的？你是不是瞎？对，他问人家你是不是瞎，人司机说：“你说谁瞎呢？”他说：“不是，我说你瞎，叫皇上你瞎。”然后跟人说：“你现在不瞎，啥时候瞎？”你说我瞎？你说他是汉语，一天目的地和目的也分不清，一上车老告人司机自己目的在哪儿，打个车打的孤魂野鬼的，整的把人司机接着他都不敢踩油门，不想上路。前几天自己去火车站接拿铁去了，上车非常流利的说：“北京朝阳站。”人家司机呢就想确认一下下车地点，说：“出发呀。”我老公说：“出发呀 ，Let's go。”到了出发层，我老公发现这口不对，跟司机说：“不对，不是这里。”司机说：“我问你出发呀，你说出发呀。”我老公也很委屈：“那你问我出发呀，那肯定是出发呀，那要不然我跟你玩呢。”司机说：“你应该说到达。”我老公说：“你都没给我送到地方呢，我到什么达？这属于拒载的一种。”司机说：“你接还是送？你自己不知道吗？”我接我儿子，我知道啊。还是送是谁呀？还是送是谁呀？他现在真的是北京出租车司机命中的一道坎儿。那司机跟他说话吧，你说鸡同鸭讲呢，你对不起鸡鸭；你说驴唇不对马嘴，你都对不起那驴唇。我说你别出去祸害人了，咱家可以考虑买个车。我说你中国车太多了，我不敢上迷糊。今天有机会让你开开这个雪佛兰全新克鲁泽，让你试试车，走。OK， 我走吧。你快进来感受一下，我都怕你进不来。哎呀妈呀，就连你都能在里边随意蠕动的车，这空间可挺旷的。这个胆，这个饭特别酷。
敢睡在床上。你想说的是这个岛和这个风感觉在船上。你看这车能唱歌。I don't care what they're going to say. Let the storm rage on. 这车也不贵，我支付得起，你给他锁里头。我爸特别唱我，他跑调。我会上课耍。我婆婆最近办签证呢，马上就要来了。我的婆婆温迪啊，说实话文化水平不高，也没出过北美这块地方，对世界的了解非常少。在温迪的眼中，东方，我的天，那就是另一个世界。她了解的越少，她就越恐慌，天天查，那种积极性堪比我妈查致癌物，就查各种网文视频，给自己制造焦虑。首先最担忧的是上厕所，她自己用国外的视频网站搜外国人在中国上厕所，上边居然有人转述说，曾经有一个老外在中国不会用蹲便，把衣服都扒了挂门上，俗称八卦。东西南北4个方向各蹲了一遍，最后选择朝右跪在了地上。色泽白光徐徐，造型像在求雨。懂气象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大的要来了。此时外面的本地老爷爷意外打开了门，老头吓得直冒汗，直呼男子是 Snowman。我婆婆说 Oh my gosh！ 我听完这故事我都吓秃秃了。我但愿这个 Snowman 是被人编出来的。我说不是 ，Snowman 是你生出来的，你生出来的。我不要搓澡。温迪还听说东北人必须搓澡，那感觉好像到那儿下了火车直接就拉去搓。他说我不想去，光不出溜太尴尬了。我刚说，我说你不想去不去。大胖姐说，但是搓澡的地方2楼有自助餐，自助餐就是随便吃。温迪立马动心了，自助餐那能上就是硬菜好菜吗？我怕他们没有我最喜欢那道菜。我说啥呀？他说扬州炒饭。大胖姐说，我的妈，我以为你憋个啥硬菜呢？有，而且基本没啥别的玩意儿，别的不敢保证，你可以扬州自由，就陌生的人请给他一碗扬州那种感觉。一听扬州自由，温迪立马同意了。温迪还担心个事儿，来中国不会汉语，看不懂咱的剧，看不懂咱电影。你登我的 SVIP 号看呢，好多付费大片免费看，比如你爱看的灰姑娘，每月还有15元优惠券，在买付费内容时候可以用。迪士尼、环球的好多电影都可以看，那在奥达老开心了，有他最爱看的小黄人，我最爱的家庭共享特权，平板、手机、电视都能用我的账号，大家各看各地，都不用影响我妈在大厅看梨园行。最后一个焦虑就是温迪听说过年之后啊，婚礼多，参加婚礼要给红包。不想去。大胖姐说，但是妈妈，你可以包100块钱红包，然后去搂席，等人家反应过来你这个人不能处，你已经逃逸了。我婆婆说，那搂席的时候有没有那道中国名菜左宗棠鸡？我说什么玩意儿？我婆婆说左宗棠鸡，你不知道左宗棠吗？我说我们都知道左宗棠，但是不知道左宗棠是有机的，是有机的。温迪一听可以搂席，又动心了。然后他说，我听明白了，红包这个事儿呢，它属于流通货币，给出去还能回来，所以这个事儿的解决方式呢，就最好我也有个什么大事儿，这个事儿大到哈，就别人听说了都不好意思说不来，都得来随个礼，这样就好了。大胖姐说，哎呀妈，你也不闪婚，你也不升学，那就剩一个大事儿了，那也不行啊。温迪说，行，我就一个要求，你能不能在我走之前办？大胖姐说，那不行，那个事儿一般都走之后吧，